此时此刻，叶晨一路飞奔，引着常胜伯向着山间疾驰，两人速度极快，即便是在树木丛生、地形起伏的山丘之上，也能如履平地，快步如飞。常胜伯此时已经使出了浑身气力，死死咬住叶晨不放，奔跑的同时还要瞪大眼睛，集中12分的精力躲避周遭的树木以及脚下的山石。跑出1-2公里时，整个人已经狼狈不堪。可是即便他拼尽全力，可叶晨始终跟他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安全距离。这个距离让常胜伯非常郁闷，他只能对叶晨穷追不舍，却无法趁机向叶晨发动进攻。因为无论他用鹰主给的木剑，亦或者用自己从张二毛那买来的雷击木进攻，都需要沉下心来运转灵气，催动阵法，稍有分神，有可能就会前功尽弃。所以边走边打尚且可能，边跑边打难度虽然大了一些，但也不是不可以。可如果想象自己现在这样，一边跟猴子似的使出吃奶的力气在山地跑酷，一边还要集中精力祭出法宝施法，这对常胜伯来说可就难如登天了。眼看叶晨一直向山中狂奔，常胜伯虽知道叶晨是想将自己引到无人之处，再与自己决一死战，但他此时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，只能一条路追到底。叶晨直接将常胜伯引到了3-4公里开外的无人山谷，这是他早就选好的决战地点。这里本身距离市区就很远，周围又无人居住，就算动静大些，也不用担心会引起外界注意。当叶晨狂奔到山谷腹地中央的时候，他忽然间停下脚步，猛地转过身来，双眼死死地盯着逐渐靠近的常胜伯，冷声道：“你这老狗的体力不错吗？”常胜伯在距离叶晨20米左右的距离站定，借着斑驳月色看着叶晨的脸，狞笑道：“真没想到，叶长英的儿子竟然在短短20年里就掌握了灵气。看来英主推测的没错，你那短命的父母当年果然探寻到了长生之秘。”叶晨眉头微蹙，质问道：“你说我父母也懂灵气？”常胜伯愣了愣，随即哈哈笑道：“看来你父母还是死得太早，许多事情都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当年他们入长生的，取走长生之秘，本以为能瞒天过海，但还是被英主发觉。幸亏我早早将他2人斩杀，否则的话，若是再给他们几10年的时间，说不定连英主都不是叶长英的对手。”叶晨心中顿时大骇，他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父母竟然也与灵气有关。此时常胜伯嘴角抹过一丝冷笑，开口道：“今日真是双喜临门，你既然掌握了灵气，定然是得到了你父母留下的长生之秘。你若是不想死得太痛苦，就将林婉儿的戒指连同长生之秘一起交出来。”叶晨紧盯着常胜伯问道：“老狗，何为长生之秘？”常胜伯耻笑道：“小子，死到临头还在这里装傻充愣，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？”叶晨眉峰如剑，目光如炬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今日必死于我手，我又何须向一个必死之人装傻？不妨告诉你，我杀人的手段并不比你仁慈。今日你若将你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，我也许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”常胜伯忽然想起叶晨刚才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那句话，于是一脸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既然不知道你父母精通灵气，那你的灵气是哪里来的？谁领你入的道？”叶晨冷声道：“我自己领我自己入的道。”常胜伯鄙夷地笑道：“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我活了100多年，从未听说过任何人能自己入道。”叶晨淡淡道：“那你今日便见到了。”常胜伯咬紧牙关，冷冷道：“小子，我今日就让你知道，对我不敬是何等下场。”说罢，他立刻挥动木剑，将灵气灌输其中，向着叶晨虚空一斩，冷冷道：“你不是会跑吗？我先斩你双腿。”瞬时间，一道旋转的无形剑锋自木剑之中激射而出，叶晨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股剑锋蕴含的强大能量，就像是一架高速飞行的直升机忽然将螺旋桨甩了出来一般。叶晨知道自己实战能力不够，经验不足，所以丝毫不敢懈怠，
眼见那旋转剑锋一路摧枯拉朽，斩断枝叶无数，立刻找准时机，暴喝一声：“你以为只有你会斩？”说罢，一道穿魂刃急速射出，如无形巨弩一般的穿魂刃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那道旋转剑锋而去。眨眼间，两股力道撞击在一起，当时只听两人中间的空气中，虚空传来一声炸响，方圆数十米内的树木原本还枝繁叶茂，下一秒所有的绿叶便如倾盆大雨一般狂泻不止。巨大的冲击力甚至让叶晨与常胜博都控制不住的连退数步。常胜博的表情顿时变得骇然无比，就连远处暗中观察的云如歌也都惊得无以复加。常胜博目瞪口呆地看着叶晨，惊呼道：“你竟然还有法器！”叶晨冷笑一声，摊开掌心，露出自己的穿魂刃，不屑地说道：“怎么，你以为只有你才配拥有法器？”常胜博此时的内心郁闷不已。俗话说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的扔。自己没来金陵之前，浑身上下就一件法器，还是鹰主借给自己出来执行任务的。可眼前这个不足30岁的年轻人，不但在过去的20年里就掌握了灵气，甚至还拥有了实力不逊色于自己手中这柄木剑的法器，这顿时让他心里极度的不平衡。他不禁咬牙道：“小子，就连你那短命的老子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法器，你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？”叶晨冷声道：“我说我自己练的，你信吗？”常胜博感觉智商都受到了羞辱，咬牙道：“炼制法器，就连鹰主都做不到，何况你区区一个小毛贼？既然你不说实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说罢，常胜博手腕一抖，两道剑锋再次向着叶晨击射出去。这一次，两道剑锋如两个弧形前进的回旋镖，一左一右向着叶晨包夹而来。叶晨不待那两道剑锋靠近，立刻使出穿魂刃，猛然间向着自己的左右以及正前方接连打出3道，同时灵气灌注双腿，脚下猛然用力，身体便冲着面前的常胜博疾驰而去。常胜博本以为两道剑锋夹击叶晨，就算打不死他，也一定会将他重创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叶晨接连打出的2道劲力，竟再次与自己那2道剑锋碰撞在一起，两声炸雷一般的声响传来，地面无数落叶霎时间被震得漫天飞舞。而就在这时，常胜博感觉一股极快极强的力道直奔自己面门而来，顿时意识到，原来叶晨刚才那一瞬间不只打出2道劲力，而是3道，而这第3道便是直奔自己而来。常胜博慌乱中连忙飞速后退，同时将灵气运至双臂，将双臂挡于身前，准备硬抗这股劲力。他原以为以自己的实力抵挡对方的一次进攻绝对不在话下，可真当他将双臂挡在身前的时候，迎接那道穿魂刃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叶晨的实力，以及叶晨那件法器的实力。只听轰的一声，巨大的力道猛然撞击在他的双臂之上，那种感觉仿佛一列重载的火车以极快的速度撞向自己。常胜博汇聚在手臂上的灵气霎时间被这巨力冲击的几乎完全溃散，而他的双臂也传来一阵剧痛，仿佛断裂了一般。而这还不算完，那巨大的冲击力让常胜博的身体接连后退了几十米，才堪堪稳住身形。刚刚站稳的常胜博下一秒便吐出一口鲜血，他的2条手臂已经几乎失去知觉，而整个胸口也几乎被震碎一般，受了不小的内伤。可常胜博哪能想到，自己这边才堪堪站住，叶晨那边就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自己的脸前。他骇然之余，正想尽力抵挡，只感觉叶晨猛然向着自己抽动手臂，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，一个耳光便响亮地抽在自己的脸上。其实叶晨完全可以在冲过来的那一刻直接用穿魂刃袭击他的面门，若是他挡不住，就会被削开天灵盖；若他挡得住，怕是也要去掉半条命。可是叶晨还是放弃了这个给常胜博重创的好机会，他暂时还不想要常胜博的命，一来他还需要从常胜博的口中问出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，二来
他也不想长胜伯死得这么轻松。常胜伯哪能想到叶晨冲到脸前，竟忽然换了个打法，没有使用术法，也没有使用法器，而是结结实实地抽了自己一记耳光。关键叶晨这一耳光用尽了全力，这满含灵气的一巴掌，力道之大，让他整个人被抽得凌空翻了3圈，才重重摔倒在地。常胜伯痛苦地哀嚎一声，强撑着捂脸爬了起来，心中早已怒不可遏。最近这100年来，他何时挨过别人的耳光？叶晨这一记耳光，比要他的命还让他难受。他咬牙切齿地指着叶晨，一边咳血，一边质问你：嗨，你不过才20几岁，怎么会有如此实力？说话间，他已经悄悄将雷击木拿在手中，强撑着将灵气汇入其中，想要给叶晨致命一击。单就威力来说，雷击木召唤天雷的威力比鹰主给他的那柄木剑强出许多。常胜伯接连用木剑攻向叶晨都没能得手，在他看来，大概率是木剑释放的剑锋能够被对方感知到，如此一来，这攻击就无法给对方突如其来的打击。但雷击木召唤的天雷可不一样，那天雷轰然间落下，完全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机会，只要自己一道天雷打在叶晨身上，叶晨不死也要去掉半条命。叶晨早就将他的小动作看在眼里，此时却故意装作没看见，一脸讥讽地说道：实话告诉你，我虽然已经28岁了，但我修炼灵气的时间还不到2年。常胜伯吓了一跳，脱口说道：什么？不到2年？叶晨笑道：没错，不知道你修炼了多少年？常胜伯咬牙切齿：老夫从修道开始至今已超100年，小子，你身上定然藏了天大的秘密，乖乖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，否则的话。叶晨反问：否则的话怎么样？你难道还能用雷劈我吗？常胜伯感觉雷击木中的阵法已经运转完毕，于是他狞笑一声：仰天高喊，小子，还真让你猜对了。来，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